高学历的都在送外卖，没学历的却在当老板。长得漂亮的呢，40、50岁还单着；长得丑的却早已结婚生子了。有本事的人一辈子也见不着父母几回，平凡的人却享受着阖家欢乐一辈子。有人抽烟喝酒却能活到老，那有的人健身锻炼却年轻猝死。所以什么是对的，什么又是错的呢？根本就没有标准，你的心就是标准。所以当你刷到我的时候，喜欢就点个赞，跟着自己的心走，别控制。有一个女孩大腿内侧长了一个疙瘩，就去了一家有名的医院看。这个医院的专家说是个肿瘤，良性的，需要手术，费用3万多。但女孩没有那么多钱，就又去了一家3甲医院，专家也说是肿瘤手术，费用1万多。女孩心生疑虑，又去了一家普通的医院看。这家医院也说是肿瘤，手术费用3000。女孩心想，我再跑家医院看看。对，这次她找的是一位年轻的实习的医生。实习的医生看后说道，你这是血栓肿块，用盐水热敷后喷点药膏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医生给她开了一支涂抹药膏。就这样，这个女孩只花了10块钱就治好了这些专家们说的所谓的肿瘤。男人的愿望是副驾有个穿黑丝儿的，家里有个会做饭的，单位有个好看的，身边有个犯贱的，远方有个想念的，手机里有个陪伴的。看到一个网友投稿对联，你单身我单身，不如咱俩去结婚，求下联。我打开评论区看了一下，评论区里真是藏龙卧虎，有网友写了，又要车又要房，想想还是单身强。紧接着又有网友写，没有车没有房，拿啥搞定丈母娘？还有一个网友写了，你很好我不配，掌声有请下一位。又有一位网友写，你有情我无意，一看咱俩就没戏。接下来来了一个更狠的，想结婚想拜堂，又怕变成武大郎。一个酒鬼去酒厂应聘，他品了几十种酒，都能精准地说出年份和度数，考官们都惊呆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经理跟女秘书使了个眼色，不一会儿，这个女秘书端来了一杯尿，就过来给酒鬼。酒鬼闻了闻，说女，23岁，怀孕2个月。这个时候，全场顿时鸦雀无声。这个酒鬼以为他们想要耍赖，就大声地吼道：“谁要是敢耍赖，就把孩子他爹给说出来。”话音没落，全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录取。”昨天晚上去澡堂子洗澡，碰见一个大姐闻了一屁股苍蝇，然后大家都特别纳闷啊。搓澡师傅就问她啊，说大姐啊，那人家纹身都是纹龙啊、虎啊、关公什么的，您为啥纹了一屁股苍蝇啊？对呀，这位大姐听了特别不高兴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，那没文化可真可怕，瞎让声还大，怪不得一辈子搓澡呢，这叫一定赢。你轻点啊，别他妈给我搓飞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以为只有现在的男女之间才会有套路吗？我就告诉你，从古至今啊，都是套路。古时候男子上门提亲，如果长得好看，姑娘满意的话，就会一脸娇羞地说，女儿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。如果长得不好看，不满意的话，姑娘就会说，女儿还想在父母身边多孝顺2年。古时候英雄救了美女，如果英雄长得特别帅，姑娘就会一脸娇羞地说，英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愿以身相许。如果长得不帅，姑娘就会说，英雄救命之恩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唯有来生做牛做马，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。如果姑娘长得好看的，英雄就会说，姑娘此话当真。如果长得不好看，英雄就会说，姑娘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。哎呀，你看是不是全是套路？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难搞哦。一个男人如果拿自己的照片做头像，他一定具备这6大特征，而且特别准，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一看。第一，他一定是一个坦坦荡荡、掏心掏肝对待身边人的人。第二，真名真姓真电话，他从来不做亏心事，也没有亏欠谁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第三，他自信满满，不会去刻意迎合任何人。第四，他这个人呢，简单真诚，没有什么戒备心。第五，做人干脆，不拖泥带水。第六，眼光毒辣，做任何一件事情呢，一看就懂，
而且内心总替别人着想，担心别人找他的时候找不到。说的是你吗？怎么判断两个人是不是夫妻？吃饭的时候呢，如果这个女的结账，那肯定是夫妻；男的结账呢，他就不一定是夫妻。如果这个男的和女的手牵着手走路有说有笑的话，他不一定是夫妻。那个一前一后，男的快走一步还回头使劲催促这个女的哈，那肯定是夫妻。超市里面买东西，如果女的仔细选东西，男的东张西望，时不时的敷衍回复一下哈，那是真夫妻。如果这个男的拿起东西哈，不停的询问女生的意见哈，那不一定是夫妻。那个商场买衣服的时候更好辨认了哈，在等待区坐着的像个大爷一样的，那肯定是夫妻，其他的哈一定不是夫妻。但是当你生病住院能够陪在你身边的哈，那你一定是真爱。自家老公再不好，也比别的男人强，有事还得老公帮，更是孩子亲爹娘。夫妻结婚不容易，各自都有小脾气，日子久了都会腻，缺点暴露也无疑。人无完人别去比，比来比去气自己，人生哪有太如意，磕磕绊绊是常理，彼此包容是真谛，老了还得靠夫妻。老表你在干嘛？好久没联系啦，不见你来找我耍。不是不找你耍，最近是农忙呀，你家的地太多，老表我也害怕。哎呦我的妈！祝好色的男人周末愉快，不好色的就不祝福了，因为我们不是一家人。山东一男子奇丑无比，租了个美女同事冒充女朋友回家过年。父亲单独在书房见了美女，开了一张1000万的支票，对美女说：“希望你离开我儿子。”男子冲进去，把支票撕得粉碎，并且大声喊道：“我就要娶她！”拉着美女就跑出了别墅。美女非常感动。婚后2人在出租屋里，女儿3岁生日那天，妻子忍不住问道：“咱们这么长时间不回去看望你爸，是不是显得我们不孝顺呀？”男子低沉地说：“其实我是孤儿，别墅是我租的，那老头是我雇的。”堂堂正正做人，明明白白做事。再穷不要去坑害身边的人，再难不要说话不算数，再忙不要不回人电话，再聪明不要耍小聪明，永远不要丢掉别人对你的信任，因为别人信任你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存在的价值。人生的路很长，自己别把路走短了，把人做好了，什么都会有的。永远不要透支身边人对你的信任，多一点真诚，少一点套路，千金易得，信任难求。输掉了信任，就输掉了一切。